他迷恋上了人脑的味道。男人就着啤酒和烤串，将自己老婆的脑花一口一口吃掉。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，他又接连吃了11个人的脑花，只因他坚信吃什么补什么。这就是震惊全国的哈尔滨杀人吸食脑髓案。如果你有喜欢吸脑髓的朋友，不妨艾特他一起看。1993年，哈尔滨警方接到一通报警电话，有市民在垃圾场发现了大量尸块。警方闻言立刻赶往现场调查，果然在一个黑色的编织袋中发现了4条手臂、2条大腿。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后，警方立即成立专案组进行调查。为了找到其他的人体部位，调动了200多名民警对垃圾场展开地毯式搜索。很快就找到了另一个编织袋，里面装有人体的躯干与头颅。就在警方准备展开下一步调查时，法医的一句话顿时让所有人都汗毛直立。这些人体组织都不是来自同一个人的。专案组闻言立刻封锁了垃圾场与附近所有的垃圾桶。经过1周的紧张搜索，警方又发现了大量碎尸。让人胆寒的是，这些碎块竟能拼接成5个人：2名男子、2名女子与一个未成年少女；2名年龄30岁左右的男女是在2个月前死亡的；2名年龄40岁左右的男女与未成年少女是1个月前死亡的。这时一位民警想起来了前段时间的一起一家3口失踪案。报警人描述说，他的哥哥、嫂子与侄女3个人都不见了。根据当时了解到的情况来看，2个案件发生的时间与地点十分相似。经过鉴定发现，其中3名被害者就是李健一家3口。按照这种对待尸体的方式，警方推断很可能是仇杀，因此专案组沿着仇杀展开调查。李健的弟弟告诉警方，他的哥哥是个摔跤高手，还在一些有名的比赛中夺过冠。虽然老哥脾气有些暴躁，但却从未主动与人发生肢体冲突。对李健的人际关系展开调查后，警方排除了仇杀的可能性。而另外2名受害者，警方到现在还是一头雾水，连身份信息都无从查起。为了尽快破解案件，专案组请来了国际刑侦专家的协助。专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。经过详细的调查后，专家发现了一处诡异的地方：4个成年人在死亡后，头部都被硬物给砸开了。他们的脑组织全都不翼而飞。正常的碎尸案只需要将脑子割下扔掉就行，根本不需要如此大费周章。恶取出脑组织是一份很困难的工作，即使对专业人员来说也不轻松。如此残忍变态的作案手法，让刑侦专家想起10年前的一起类似案件。当时东北的一位民兵得了一种怪病，后来他听说了一种迷信的药方，只需要吃下正常人的脑子，怪病就能治好了。之后这个民兵就杀害了一个看不顺眼的人，然后生吃了他的脑子。尽管这种事情听着十分荒唐，但警方却不敢排除这种可能性。在刑侦专家的建议下，民警展开了新一轮的调查。在不到10天的时间里，又陆续发现了5具尸体。这10名被害者都有一个共同点，都是脑组织不见了。由于当时技术比较落后，除了李健一家3口外，其余7人的身份都无法确认。就在警方陷入困境时，一位村民的报案向他们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线索。村民说自己儿子在村口玩耍的时候，看到了同村男子侯凯骑着一辆盖了黑布的3轮车向外走去，突然车颠簸了一下，从车里掉出了个东西。等侯凯走远后，儿子跑过去查看是什么好东西，这一看他裤子都湿透了，这是一条胳膊。接到报案后，警方立即出动，火速控制住侯凯，并对他的住所展开全方位搜索。在东屋找到了带有血迹的斧头与菜刀，以及大量人体碎片。面对这些铁证，侯凯憨笑着交代了自己所犯下的罪行。根据侯凯交代，他在今年已经杀掉了12人，并且已经食用了其中7人的脑花。令警方感到震惊的是，他甚至杀掉了自己的妻子，还直言老婆比其他人好吃。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，才能让这个人犯下如此滔天罪行？侯凯憨笑着交代说，在自己被抓到前，曾2次因盗窃而入狱。然而第2次被捕时，他并没有归还全部赃款，而是交给了一个朋友保管。等侯凯出狱后，就靠着这些赃款开了个烧烤摊。但是没过多久，侯凯的头就疼了起来。为了治好这个病，他跑了很多家医院，头疼都没有得到丝毫缓解。后来有江湖郎中给了他一个偏方，说是吃下新鲜的人脑就可以治好这个病。文化程度不高的侯凯在听到吃啥补啥后，立刻就信了。侯凯一开始还在犹豫，但在头痛的折磨下，很快就展开了行动。他打着招工的幌子，将一个农民工骗到了自己的烧烤摊。在对方开始展示厨艺的时候，侯凯抽出提前准备好的斧头，
手起斧落，农民工一命呜呼。第二斧劈开头颅，然后侯凯迫不及待地趴地上吸食脑花。在这之后，由于心理作用，侯凯感觉没有那么痛了。打开潘多拉魔盒的侯凯再也停不下来了。再接下来又用同样的方式，先后吃了4个农民工。在侯凯吃得正起劲时，帮他保管赃物的朋友蓝某带着女友来找他喝酒吃饭了。就在蓝某出去打电话时，侯凯的头又疼了起来，索性抄起斧头将2人全都料理掉，再将2人的大脑吃掉后，侯凯把他们扔到了垃圾场。后来侯凯在逛街时看到了一个漂亮的女孩，顿时兽性大发冲了过去，正好被路过的李健制止。这件事情让侯凯怀恨在心，他后来找到李健说，那个女孩其实是自己女朋友，他们发生了点争吵而已，然后就一直夸李健是好人，说想请李健来自己烧烤摊喝点酒。2人一笑泯恩仇，交个朋友。直性子的李健没有想太多，当场就答应了下来。在把李健灌醉之后，侯凯抄起斧头就砍了过去，接着又来到了李健的家里，将他的妻子与女儿也一并全部干掉。后来警方以11起谋杀案对侯凯提起了诉讼，法院最终判处侯凯死刑。人间不只有爱，恶魔就在身边。关注我，了解更多人间暗处的危险，看清黑暗，远离黑暗。